2026年春天，一个数字在华尔街和五角大楼之间撕开了一条裂缝。美国联邦政府最权威的支出透明平台显示，国防部 AI 合同从上年的 1.38 亿美元跌至940万美元，降幅 93%。与此同时， Palantir 的市值冲上3500亿美元， Anduril 瞄准600亿估值融资， OpenAI 以8520亿美元估值完成了人类科技史上最大一笔私募。一边是政府账本上的断崖，一边是资本市场的狂欢。如果国防 AI 的真实需求正在坍塌，那些天价估值建在什么之上？如果需求并没有坍塌，那940万美元的数字又是怎么回事？为搞清楚这个矛盾，熊健做了一件笨事：逐项验证，调取联邦支出数据，交叉比对采购公示平台，穿透分包链条，校正数据实质，拆解拨款结构。以下是找到的。先说那个吓人的数字是怎么来的。当你在联邦支出透明平台上搜索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筛选国防部合同，对比上一财年和本财年同期，系统会告诉你，按这个关键词口径， AI 合同义务支出从约 1.37 亿美元跌到3500万美元，降幅 75%。国防部那一列更惨，从 1.38 亿跌到940万，降幅 93%。但同一时期，联邦 AI 拨款从 3.8 亿飙升到 12.8 亿，增幅 236%。合同塌了，拨款炸了，两个方向完全相反的曲线加在一起，得出一个听起来不错的 headline： 联邦 AI 支出总额翻倍。熊健用同一日历窗口，同一套关键词，分别跑了合同和拨款两条线，结果确认了降幅的真实性。AI 合同下降 75%， 机器学习合同下降 86%。但拨款那边的故事完全不同。AI 拨款增长 236%， 而机器学习拨款反而下降了 55%。 AI 拨款和机器学习拨款走势分离，这本身就是一个信号。它暗示拨款端的增长不是因为政府真的在大规模投入 AI 研发，而是某个非 AI 项目碰巧在描述里写了人工智能这几个字，被关键词搜索误补了。那个项目叫做 Rural Health Transformation Program， 农村医疗改革计划。2025年7月签署的 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 设立了一个面向全美50个州的农村医疗体系改造计划，总预算500亿美元，5年期，每年100亿。由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管理，以合作协议形式拨付给州政府卫生部门。熊健在卫生部的拨款数据库中核实，该项目 FY 2026的行动金额合计恰好是100亿美元。受款方清一色是州级政府机构，德克萨斯州 2.81 亿，阿拉斯加州 2.72 亿，加利福尼亚州 2.34 亿，一直排到新泽西州的 1.47 亿。这笔钱干什么用？各州项目摘要写得很清楚：远程医疗基础设施、电子病历互操作、慢性病监控网络、行为健康服务扩展、医疗人力招募。在一长串技术改造项目中， AI 出现在适当使用人工智能这一行，排在远程医疗、网络安全和数据共享之后。问题出在关键词。各州为争取联邦资金，把常规的医疗数字化项目包装成 AI 创新，电子病历分析变成预测性 AI， 远程视频问诊变成 AI 辅助诊断，医院排班软件变成 AI 优化算力。当联邦支出平台的搜索引擎抓到这些带有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字样的拨款描述时，一笔2亿美元的州级医疗改造就极有可能被算进联邦 AI 支出，盖过几十笔真正的 AI 研究拨款。要完全确认这一推断，还需要对联邦支出平台的具体拨款列表做精确比对。但从描述文本的质量和关键词匹配的粗糙程度来看，这是当前最合理的解释。联邦 AI 支出翻倍这句话在技术上没有说谎，但它描述的不是国防 AI 能力的扩张，甚至不是 AI 能力的扩张，它
他描述的是一笔100亿美元的农村医疗经费，碰巧在申报材料里提到了人工智能。那么这笔钱有没有可能暗地里流向了国防承包商？熊健专门检验了这个假说。该项目的 FY2026 授款方名单中没有 Palantir， 没有 Anduril， 没有 OpenAI， 没有 Scale AI， 也没有他们的任何已知子公司。授款方全部是州政府卫生部门。这笔钱确实在做他宣称的事情，改造农村医疗体系。合同真的在跌，拨款增长是假信号，那么国防 AI 需求到底怎样了？有一种常见的解释是数据延迟。联邦支出平台的官方说明明确指出，国防部的采购数据有约90天的发布延迟。如果你在4月初查询本财年的数据，1月到3月的合同可能还没进入系统。这个解释听起来合理，但熊健做了校正之后，发现它不够。只取2025年10月至12月这个窗口的数据已经充分成熟，受延迟影响较小。国防部 AI 合同仍然从上年同期的5330万跌到940万美元，名义降幅 82%， 实质不是唯一因素。除了发布延迟之外，合同工具的转变和描述模板的变化也在压低可见口径下的数字。但这里有一个更深的问题，你在公开平台上能看到的到底占真实国防 AI 支出的多少？答案是几乎微不足道。五角大楼 FY2026 预算首次将自主系统 Autonomy and Autonomous Systems 单独列为预算线，规模134亿美元，涵盖自主无人机、地面系统、水面和水下无人系统以及使能软件。这不是纯 AI 预算，但 AI 是其中最核心的技术组件。关键词搜索返回的940万美元，只是这笔预算的极小碎片。钱去了哪里？熊健在联邦采购公示平台上做了交叉验证，搜索了所有已知的重大国防 AI 项目名称 Maven、Replicator、Linchpin 以及核心承包商 Palantir、Anduril、Scale AI， 全部零结果。Palantir 那笔据报超100亿美元规模的 Maven 合同不在公示平台上， Anduril 那笔据报达200亿美元的陆军合同也不在。国防部首席数字与人工智能办公室授予 OpenAI 和 Google 的各2亿美元原型合同，这些在国防部新闻公告中可以找到的项目，在联邦支出平台和采购公示平台上同样不可见。2个联邦采购透明系统的交叉验证确认了同一件事：国防 AI 的核心采购活动运行在公开数据的可观测范围之外。原因不是保密，至少不全是，更主要的是采购工具的结构性转移。国防部正在系统性地将 AI 采购从传统的联邦采购条例合同，这些会被完整记录在公开平台上，转向其他交易授权 Other Transaction Authority。OTA 不受传统采购条例约束，报告义务极低，允许企业保留知识产权，无需通过漫长的招标审计流程。美国政府问责局多次指出 OTA 报送严重不完整，在一次审计中发现超过400亿美元 OTA 未报告至联邦支出平台。另一份证词指出，2021至2025财年间，国防部在采购登记系统中有775亿美元 OTA 记录未出现在联邦支出平台上，这就是940万美元背后的真相。国防 AI 需求没有消失，更可能的解释是可见口径已无法覆盖真实需求，尤其遗漏了 OTA 分类外项目和大型平台合同。如果核心项目不可见，能否从可见的合同中反推出国防 AI 采购的真实结构？熊健找到了一扇窗 ，ECS Federal 的一份1.18亿美元陆军 AI 合同，这是少数仍在传统采购体系中运行，且分包数据完整暴露的国防 AI 合同之一。它的分包链如下 ：General Atomics 通用原子拿了2920万美元，做无人机边缘 AI 传感器 Smart Sensor 系统，让无人机在断网环境下自主识别目标。Accenture Federal 拿了320万美元做系统集成，
Carahsoft 拿了170万美元提供 SAP 软件许可和机器学习训练数据。Prescient Edge 拿了14万美元，金额不大，但他的合同描述直接提到了 Minotaur and Maven Integration， 这是五角大楼 AI 目标打击系统的核心组件。一份合同7层分包，从无人机传感器到 Maven 集成，把国防 AI 的真实产业图谱画了出来。但这是唯一一份能看到完整分包链的合同。在熊健查询的全部国防 AI 合同中，65%没有任何分包数据。Palantir、Anduril、Scale AI 等通过 OTA 运行的核心防务 AI 企业，在分包报告系统中完全缺席。一扇窗足以证明，国防 AI 采购确实在发生。其技术深度和产业复杂度远超关键词搜索所能捕捉的范围。但这扇窗也证明了另一件事：公开数据系统对国防 AI 的真实规模近乎失明。如果数据不够清晰，战场给出了最清晰的回答。2026年2月28日，美军在伊朗发起 Operation Epic Fury，2003年以来中东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部署超过5万兵力。据军方公布和多家媒体报道， Palantir 的 Maven Smart System 在行动初期即发挥了核心作用，据称在首日内生成超千个打击选项，大幅提升了目标处理效率。前10天内，美军打击了约5000个目标，其规模和速度远超此前任何一次中东行动。有军方人士称，Maven 使小规模目标组完成了以往需要大得多的团队才能胜任的工作。具体的作战绩效数字尚待更充分的公开验证，但方向是明确的。AI 已经不是五角大楼的实验项目，而是大规模实战中的基础设施。在这个背景下，国防 AI 需求正在萎缩，这个判断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五角大楼不是在缩减 AI 采购，它是在把 AI 采购从公开账本搬到暗处，同时在战场上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使用它。需求是真的，但75倍收入的估值是否也是真的？ Palantir 市值约3500亿，年收入约40至45亿美元级别，对应的收入倍数在数十倍量级，远超任何传统防务公司。Anduril 目标估值600亿，年收入约21.5亿，收入倍数约28倍，尚未盈利。对比之下， Lockheed Martin 市值1150亿，年收入710亿，收入倍数1.6倍，市盈率19倍。Palantir 要在合理估值下支撑当前市值，需要3年内实现收入数倍增长，年化增速持续超过60%，不允许任何执行失误。熊健做了一项验证，把政府合同义务额和股价放在同一时间轴上。2025年9月到2026年3月，按关键词口径统计的全联邦 AI 合同季度义务额从 1.83 亿跌到1470万。同期 Palantir 股价从182美元跌到146美元，跌幅 20%， 而政府收入占比不到 5% 的英伟达只跌了 7%。政府合同依赖度越高的公司，在合同端收缩时跌得越深。这不意味着需求消失了， Epic Fury 证明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但它意味着当前支撑天价估值的不是当期可见的联邦付款义务，而是对未来10年合同兑现、市场垄断和主权依赖的预期。这种预期被私人资本和主权基金通过股权融资具象化为市场价格。OpenAI 的约1220亿美元融资由软银等大型战略与金融资本主导。2025年全年 Defense Tech 领域风投交易总额达491亿美元，退出总额544亿美元，均创历史纪录。换句话说，为国防 AI 溢价真正买单的不是美国国防预算，而是全球资本市场。政府用少量当期拨款确认了少数平台的准主权基础设施地位，然后把估值的重力交给了私人资本去承载。这种极端集中的估值结构并非纯粹由技术优势驱动。2026年初发生的一件事，深刻改变了国防 AI 的竞争格局。
美国军方对 Anthropic 采取了严厉行动，将其列为供应链风险，并下令清退其产品。这是美国政府首次对一家本土 AI 公司做出此类认定。直接原因是 Anthropic 拒绝将技术集成到全自主致命性武器系统，拒绝提供无限制的技术底层访问权限。此事随后进入诉讼和法院临时禁令阶段，尚未完全终局，但其冲击波已经重塑了行业格局。这件事的含义远超一份合同的得失。它意味着，当军方需要的不是聊天机器人，而是杀伤链的组成部分时，受制于隐私底线、员工反战压力和消费市场品牌形象的商业科技巨头，在这个市场中存在结构性障碍。Anthropic 遭遇的打压，无论其法律走向如何，客观上为 Palantir 和 Anduril 这类防务原生企业清除了技术实力最强的跨界竞争者，伦理门槛反而成了商业护城河。留下的企业在一个高壁垒、低竞争的市场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定价权。与此同时，政策评论者警告，近年来的采购改革方向可能弱化测试与成本披露约束，进一步保护了这些企业的利润空间。需求是真的，垄断是真的，战场验证是真的，但数十倍收入的定价是在假设一个完美的未来，而至少3条裂缝正在威胁这个假设。第一条，集中度。五角大楼的 AI 支出正在向少数供应商极度集中。Palantir 的100亿级陆军协议需要10年才能完全兑现。Maven 从一份不到5亿的合同扩张到目标上100亿规模的正式项目。当单一供应商锁定全军级别的基础设施时，任何一次政治变动、技术故障或审计问题都可能产生系统性冲击。而 Palantir 长期存在大额内部人减持，若按较长历史区间统计，可累积到数十亿美元，近12个月公开可见的规模也在数亿级别。第二条，政治脆弱性。Anthropic 被列为供应链风险的事件证明，一个行政决定就能在一夜之间颠覆一家 AI 供应商的整个政府业务。DOGE 驱动的审查流程正在制造采购中断。国防部采购人力持续紧张，国会对 AI 武器的审查不断加强，这些摩擦因素会把10年级别的合同上限打折为远低于预期的实际收入。第三条，生态侵蚀，这是最隐蔽也最危险的一条。在国防 AI 采购扩张的同时，支撑长期创新管线的民用科研经费正在被系统性抽空。国家科学基金会面临大幅预算削减，大量研究拨款被终止或冻结。能源部年度支出同比大幅下降 ，NASA 同样在收缩。2030年的国防 AI 企业需要的突破性技术、下一代算法架构、新型计算范式、基础数学和物理学进展，正是今天被削减的那些研究经费所资助的。估值模型没有为这条隐性的创新管线断裂定价。回到开头的问题，国防 AI 估值溢价建立在一个已被数据否证的前提上吗？不是。公开平台上的合同暴跌 93% 是关键词搜索口径下的统计表象。真实需求不仅没有萎缩，而且正以134亿美元自主系统预算线和战场实战部署的形式加速扩张。只不过这种增长搬到了公开数据系统照不到的地方。OTA 暗池、机密预算、超大型平台合同的远期价值。联邦 AI 支出翻倍是真的吗？在 headline 层面是真的，在实质上不是。增量极有可能来自100亿美元的农村医疗体系改造拨款，在关键词搜索中被误补，与国防 AI 能力建设无关。那么数十倍收入的估值呢？需求是真的，垄断窗口是真的，战场验证是真的，但当前的定价已经不是在为这些真的付钱，它是在为一个假设付钱，假设合同顺滑兑现，假设政治环境稳定，假设竞争格局冻结，假设创新管线不断。而熊健查到的每一组数据都在说同一件事，这些假设中的每一个都比市场所定价的更加脆弱。
为国防 AI 溢价买单的不是五角大楼的预算，是全球二级市场上的投资者，他们用数十倍收入的价格购买了一张通往完美未来的船票。至于这艘船能否到达目的地，那不是一个关于需求的问题，那是一个关于定价的问题。